国内的兄弟姐妹们经过3年的漫长等待，终于等到了可以出境旅游的时候了。新闻报道，泰国目前就是中国游客的第一选择。既然这样，我想有必要出一个视频，让大家多多了解目前来泰国旅游的一些问题。首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来泰国旅游跟团游还是自助游，我个人建议自助游。首先我们谈谈跟团游的好坏。好处是不用操心，处处有人照顾，吃喝住都不用烦心，还有各种新奇的小项目专门针对中国人的。团队导游一定是见多识广了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根据旅游团出发地就已经准备好了针对你的福利，可以说大家都很开心，花钱不多，舒适开心省心，吃好玩好何乐而不为。坏处也有不少，比如强制购物、强制自费项目等等。这点我说句公道话，中国来的旅行团往往团费连1张机票钱都不够，还要来玩1个星期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在泰国导游是花钱买你的人头，也就是说你参加了旅行团之后来到泰国，泰国的导游花钱把你们团队按照人数买来。比如打个比方，一个人400块人民币，一个20人的团队导游就要花8000块人民币买你去玩，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吗？事实就是这样的。买了旅游团之后，比如你们团队1个星期的行程，导游就要租1辆巴士1个星期，订1个星期的酒店，订1个星期的餐饮。看到这里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了，这就是现实。这些钱导游必须要从这个团队里面赚回来，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之前出现导游半路把游客丢下的原因了。将心比心，我们不能怪导游，只能怪泰国旅游行业这个怪圈。是谁造成的这些问题？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愈演愈烈？为什么这类情况绝大多数都发生在中国来的旅行团身上？仔细想想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。下面再说说自助游，也就是我们国人说的自由行。其实自由行这个名字很土气，一眼就看出来以前不自由惯了，连出门旅游都发明了一个自由行，所以我一般很难开口说出自由行这个词汇，因为我觉得很不舒服。自助游好处就是可以随心所欲，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玩，而不是行程表上大家都看腻的景点，基本不会出现被坑心里不舒服的情况。可以吃你喜欢吃的菜，而不是一个旅行团在一个拥挤的餐厅抢大虾。我敢说你在旅行团餐厅里面用1盘子抢几10个大虾，换做你去餐厅点菜1盘几个大虾都吃饱了。这就是疯抢的 DNA 不变。再有钱碰到人多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抢，何必呢？自助旅游最大的难处就是设计和语言。设计这个问题我觉得倒不是很难，网上搜一下很多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节选组合，哪里好玩适合你的心情，哪里的菜肴适合你的口味，去这些地方坐什么车，很简单，保存在手机里很方便，都很简单，只要花费一点时间。语言来说，只要你会英语，可以说基本没任何问题。如果英语也不会，还是简单，Google 翻译是个利器，可以直接中文翻译成英文泰文，虽然不是很准确，但是足够明白了，耽误一点时间而已。基本的吃喝住玩没有任何问题。上面大家都看出来了，我想结论也是不言而喻的。年纪大一点的什么都不懂的，还是跟团比较好一点。年轻人或者脑子活跃的老年人，我个人建议自助旅游比较好，毕竟活出自己的方式是伟大的。如果你跟团出来，建议你就不要计较导游的一些坑人的举动，将心比心的又不是你的衣食父母，对不对？人家也要生活的。如果你自助来泰国，我觉得还需要注意下面几个问题。最近由于周边国家的电诈人员被打击来到泰国，导致了很多的问题，有些事情几乎让人觉得瞠目结舌，但是它确实发生了。虽然泰国政府严厉打击这些，还是出现了很多的后遗症，比如中国人在泰国人或者政府工作人员心中的地位。当然我不是说以前中国人在泰国人心中多有地位，而是告诉大家现在的情况确实是比较严峻的现实。个人觉得目前来说其他的都没问题，和以前几乎没什么区别，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遇到事情不要大呼小叫，理性处理比较好。比如遇到警察索贿，你觉得合理的、无伤大雅的、不损失尊严的，还是给了比较好。如果是敲诈性质的，一定要据理力争，这是个比较考验人的内心时刻。一般来说，中国人看到穿制服的内心会出现无缘无故的恐惧，这种恐惧心理是与生俱来的。就像小时候妈妈经常吓唬我，
不听话叫警察来抓你。病态的社会造就出病态的人类。这个问题不是本视频的讨论范围。在泰国恐惧没必要，之前的视频已经告诉大家了。如果你觉得不合理的索贿，建议你拒绝要求去警察局处理，而不是在路边解决，这是个最好的办法。你想一下，在路边你给他们的钱可以装进口袋，去警察局他们1分钱拿不到，换做你该怎么做？这是个斗智斗勇的方式，取决于你是不是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对广义的社会现状的了解。有一个问题要切记，在泰国不要大喊大叫无理取闹，不管是对警察还是老百姓，人家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大家还记得几年前有个人在亚航上面因为一杯水要炸飞机的事件吗？导致亚航返航，还有很多在机场维权的什么。我的建议是不要无理取闹，需要相互理解，毕竟长久这样下去，别人会改变对自己的行动。如果你在泰国和一个泰国痞子无理取闹，恐怕后果很严重，毕竟泰国很容易合法持有枪支。相互尊敬是个很好的方式，也许火爆到关键时候，一个礼貌的微笑就能化解一切。我们在国内是不敢这样大喊大叫维权的，为什么到了国外就恶向胆边生？这些问题需要思考。现在国人可以出来旅游，这是个非常好的事情，毕竟对自己对别的国家都好。俗话说欣欣向荣嘛。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泰国首富出来面对大众都是双手合十，李嘉诚出来演讲都是笑容满面，客客气气，这就是人类达到一定的程度后的自然反应。这个世界没有谁离开谁不能活。疫情3年没看到一个国家因为没有游客就死了。最后说一句，礼貌客气是全世界的通行证。